时下班，外面见。大家好，我终于出来放风了。然后我刚刚一进来公园的话，我走了一圈，特别多的人。然后我走在这边看到了一个这个牌子，上面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你不能坐在地上，然后你不能有群体的活动，像踢足球之类的。然后基本上，我刚刚一走过来，全部被打破，而且这边说如果有发现这样的活动的话，这个公园会被关。唉，我感觉大家是因为天气太好了。然后大家真的是坐不住了，公园里面真的是非常多的人，其实这个也是爱尔兰难得的好天气。其实爱尔兰真的好天气的话是只有5月到6月，其实从7月开始可能就慢慢变冷。我觉得应该由于是最近天气全球变暖的关系，所以说近几年来说，7月8月其实还有一些很热的天气，但是像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应该是第一次了。Hello, no, I don't. Sorry. Yeah. 然后呢，如果你第一次看我频道的话，跟你介绍一下，我叫小西，然后我是大概2010年出国的吧，然后一直在国外生活和学习。我本来做这个频道的初衷是做旅游频道，然后只去了1次塞尔维亚，非常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只能在录一些有关于爱尔兰生活，还有一些学习的一些建议。因为真的，其实如果你不去外面走动的话，真的是很难有内容出来。然后，如果你对爱尔兰没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因为我以后还是会出一些有关于旅游的视频，去哪里玩啊，一些建议啊，一些什么地方。好了，废话不多讲了。然后今天的视频主要是紧接着上一次讲的，上次讲了大概你来欧洲生活或者是留学，你需要带的一些，我觉得你需要带的一些必要的物品。然后今天讲的，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是第2部分生活篇。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我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觉得一些比较重要的你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一个先免责声明，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和我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其实做频道有一个我后来慢慢发现我很喜欢的原因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频道还有通过这个镜头的话，可以把你的价值观或者是把你的一些想法讲给有同样想法的人去听。应该没有同样想法的，应该立马关视频了。然后接下来第一点，看下去吧。我第一点要讲的是，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是从北京然后出去，然后我爸妈是送到了我当时在我家城市的那个机场，然后我从我家城市那个机场，然后再飞去北京。然后其实好像当时我爸妈知道，我去北京当时是早上到，然后下午或者是傍晚，然后飞出去。然后我爸妈知道我什么时候飞出去，然后他就给我，在我从北京即将飞出去的时候，给了我打电话，然后然后我爸他就在电话里面有哭，因为我当时好像20岁不到吧。然后我其实当时出去很兴奋，因为要出去离开爸妈，好开心，可以出去，可以有自己的新生活，然后可以不由得爸妈管。然后说实话，我当时是接到我爸，然后他说：“哦，你马上要飞出去了，什么什么。”然后他突然就哭了。我当时其实我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感伤，这么，你知道我意思，因为是年轻嘛。然后，但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我们国内的父母和小孩的关系，把儿子和爸爸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疏离，还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特定的原因，但是在我的家里，我和我爸爸的关系没有我和我妈妈的关系那么接近，然后我也很少在印象中有看到我爸爸哭，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你们可能即将要面对的你的生活篇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分离，学会道别。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管是朋友还是父母。我其实是觉得，后来想一想，还好没有在机场哭，在机场哭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我觉得我会回应的很不孝顺，或者是觉得脸上那个会有一点点年少轻狂的表情。所以说在电话里面的话，我当时也没有，我就说哦好，其实我忘记我自己说什么了，我就说好之类的，我会自己保重之类的，其实我都没有讲很多。然后第一课你有可能会面对的就是准备好学会怎样道别，怎样和朋友道别，怎样和父母道别，尤其是父母。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大家如果在国内有机会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学习一下怎样做一些基本的菜，因为你出国了以后的话，你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动手。然后第一个是省钱，因为去外面吃很贵，然后在家里做菜的话也比较简单，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说这个是你们有时间可以去做的。我自己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我基本上是所有的菜我都是来了以后我再去学。所以说中间其实有很多小错误啊，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个样子。另外的话来了以后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有需求，需要打电话给国内的话，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和父母沟通是通过网络，因为直接用微信或者是用一般都是用微信就打那个流量的电话打回去。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话，他是喜欢打那种电话直接拨回去。然后这边有一种卡是叫 Like 卡，有那个卡，它那个是爱尔兰当地，应该是在英国的话也是打回国最便宜的，可能1分钟可能就是几分钱人民币吧，是这样的价格，所以说非常便宜。这个是一个是 Like 卡的卡，你可以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买。另外一个呢是谢谢这个凉凉清晨一生花色，我发现现在大家取网名怎么都这么有创意。然后谢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有关于在当地怎样选择银行卡或者是信用卡。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区别。我当时选我的用的银行是 AIB， 然后我当时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学校对面就有一家 AIB。说实话，每一家银行都差不多，真正到了有区别的时候是你要去贷款的时候。所以说，大家来爱尔兰的话，可以选择任何的银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另外一个说到卡，我觉得，大家很有必要去办一张，它是叫欧盟医疗保障卡，意思就是说，我会把那个小样章打一下，等于是如果你有那个卡的话，你去欧盟所有国家旅游的话，你发生一些意外情况，你去急救啊，或者是怎样，是在其他欧盟国家都是属于免费治疗的。然后，这个卡呢，第一个是旅游是不适用的。如果你来这边旅游的话，
你不可以办，一定是要常住居民，然后学生是可以的。基本上我不建议大家去完全依靠这个这个卡，然后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完全依靠这个卡，因为我一般都会买额外的保险。这个卡我觉得最大的用处是，如果你买额外保险的话，你还是要去自己先付钱，然后你再要去把那个发票那些送给保险公司再理赔，等于是你要经过一个理赔的过程。你有这个卡的好处是你直接假如说去医院、去急诊、去其他欧盟国家，你直接把卡给大家看，全部都是免费。所以说记住这一点。今天应该算是天气最近最好的一天，然后我现在光圈是最大 ，ISO 是最大。哇塞！我前面有一个那个爱尔兰饥荒的一个建筑，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建筑呢，就是当年爱尔兰有段时间是大饥荒，这个是还是加拿大赞助建的这一些雕塑，然后纪念那些在大饥荒里面死去的爱尔兰人。然后这个大饥荒上面有讲是，在它的峰值1847年5月的时候，然后有大概1490个人从地图的这个地方是叫 Stokestown， 然后一直沿路走到了都柏林，因为他们想在这个地方的话，想坐船去加拿大逃离饥荒。然后这个现在大家所看的就是纪念这些这一段历史，然后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历史，因为好像在爱尔兰当年好像有死到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人。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边看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它那个地方有一个纪念的博物馆，大家是叫移民什么的博物馆，也是有一段关于这个纪念，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下。另外我想讲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一点应该会被很多人建议，因为你去上学的话，我建议大家多多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最好是参加一些社团，因为这样会是一种很快让你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方式。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同学，因为基本上你和你同学都很多共同的话题，然后还可以锻炼你的口语，所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去参加学校的社团。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我建议大家注册一个 Gmail 或者是 Yahoo， 就是注册一个国外的邮箱，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用 QQ 或者是163邮箱。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用学校的邮箱，就是说，因为这边大学很多，你都会有一个那种大学最名的那个邮箱，你可以用那个也可以。我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公司有的时候要联系客户的话，要跟客户送邮件的话，我很多同事都会来问我，他说，那个这个邮箱，因为你知道 QQ 邮箱都是一串数字，然后@qq.com， 然后我同事会跑过来问我，他说这个邮箱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可不可以把文件送过去？因为他们很多外国人都会觉得 QQ 邮箱是属于诈骗邮箱，因为说实话，如果我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话，我也会觉得一串数字，然后又是 QQ.com， 也没有听过。大家认识 QQ 是他们知道，有些人知道 Tencent 是英文是10分，知道那个，但是 QQ 大家是完全不知道。所以说我经常会被问这个问题。我一般可以，那个是我们其实是最大的一个你知道用邮箱的一个聚落。然后这个是我建议大家用的原因，因为如果你万一你要去买保险、车险，或者是有一些牵扯到一些商业活动之类的东西，公司向你送文件的时候，他们会犹豫一下这个是不是正规的邮件地址，这是原因。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边紧急电话是999，就是说不管是你想叫救护车或者想报警的话，都是打这个电话都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来这边大家都很年轻，血气方刚，所以说我提醒大家做亲密事情的话，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然后另外，如果万一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边有一种是阻断药，就是72小时之内，你吃了以后可以去防止的。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就直接去急诊了。所以说，这个大家记住一下，有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来这边的话，万一一下太热情或者是怎样的话，大家记住是有这个药的，而且是免费的啊，大家心里有这一个数就好。另外一个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大家在国外的话，我觉得一个4字方针就是要胆大心细。有的时候你在路上，或者是你知道想去问路之类的，尽管问，因为这边人我已经讲了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心细就是说大家稍微防一点点，因为毕竟虽然说我这么久了，我觉得这边人是非常好，其实坏人的比率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只有5%左右，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还是稍微防一下，但是没有特别需要像在国内那么一样的去猜疑别人。因为我记得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当时去因为我当时才出国不久嘛，然后我当时是去荷兰，然后一个人在那边照相，然后在自拍之类的，然后有一群大概年龄20岁左右的大学生吧，他就过来笑笑的跟我讲，他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你照相？我当时就说不要，我就也没有说不要，我当时就立马就走了，因为我怕他们人多势众，然后把我相机抢走了。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后来就越来越了解欧洲文化以后，我觉得当时他们应该没有那个坏意，因为都是年轻人，因为看上去也不是像坏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当时的决定是我不要你照相，我就走了。然后其实如果换在现在的我的话，我会让他们好，那你帮我照一下，谢谢，就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一个这个动作，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说还是回到胆大心细，大家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另外在这边的话，没有买单的文化，所以说大家不必须要去抢买单。如果跟老外吃饭的话，我会在接下来的 APP 篇里面介绍一个 APP， 这边类似于像微信，如果你当时没有带现金的话，你可以直接转账，比较方便。然后记得关注下面的 APP 篇。讲到买单，我觉得如果你是去约会的话，请女生的话，我觉得主动一点，买下单就没有 AA 的文化了，这个是哪里都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大家来到国外的话，生活学习一定要注意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特别是第一次出来，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都是被国内的一些基本的国情，或者是你的生活环境，还有你的个人的一些所知所得所影响的所建立的。但是在国外的话，很多人是同你来自不同的地方的，所以说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而且在国外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内容的话太大了，我会专门讲一期有关于文化差异的。我觉得大家出来国外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错的机会，让你去有点像，我觉得是去挑战你的世界观，因为你的世界观已经差不多都建立了，但是因为你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度，然后那个文化的冲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你无所谓的话，当然这个文化冲撞是不大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借由这个机会的话，第一个去独立思考，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有哪些可以取其精华，然后去其糟粕的，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我刚来的时候，我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因为这边有一些印度人，然后我有一些印度同学。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在电视上或者是有听过怎样，他们的口音是非常重的。我当时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听不懂，而且是说实话，到今天为止哦，我有的时候和印度的客户讲电话的时候，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其实心里是抓狂的。我记得当时我就在和一个同学，我大学的同学，然后讲话，我觉得我真听不懂，真的是就很努力听懂，但是心里就会有隐隐的就讲你这个什么鬼口音。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不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口音，我自己也有口音，我讲英文的时候也有口音，别人可能也会觉得我的口音很难听懂，但是别人从来不会有那种讲法，因为我不喜欢有一些人就是说，假如说他和印度人讲话，他会直接去讲我不喜欢你的口音，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他想有的。他也想讲话没有口音，但是他就是有口音。就像我们学英文，我们不是你知道，不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讲话是一定有口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缩影。我觉得要从小事去尊重，还有体会这个文化差异，不要去觉得别人应该像你想活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别人应该像你想象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因为特别是来都柏林，因为都柏林是算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因为都柏林爱尔兰的它的工资很高，然后它其实吸引了很多欧洲，尤其是在法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些年轻的人来这边找工作。其实你会碰到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人，所以说一定要尊重。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我的一些生活感受吧。我觉得普遍来说，在欧洲或者是在爱尔兰，这边人的同理心会比我们普遍的同理心的程度要高很多。就像很简单，在国内的话，我至今为止，我回国如果有老人摔倒的话，我是不敢上去扶的，因为我听到过，或者是我被我爸妈教导过不要去做的事情，这边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记得，就第一次我在这边看到，别人摔倒，然后4、5个人冲上去帮忙的画面，我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自然、这么简单的动作，好像在我们现今这么繁华、这么物质这么充沛的这个世界，我们却是缺乏的呢？然后另外一个是热心帮忙，也是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冲击吧，就是真的是重重打在我的脑门上。因为每一次我发现有不同的事情，我就会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在国内发生的几率这么少呢？我没有说在国内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在大城市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有一次也是去外面玩。
然后是同我一个沙发客的主人去外面骑单车，然后他骑在我前面，然后他看见有一个人在拿地图，然后他就上去，他就停下来上去问别人，他说你需不需要帮忙？你是不是要去哪里？我可以指路给你，我是当地人。我当时也是，哇塞！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我要学习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东西。到现在哦，我其实看到在都柏林在路上有人，其实我回国我也会慢慢想去把我这一种学到的东西慢慢去付诸于实践，付诸于行动。就是现在在都柏林，我看到有人拿地图的话，我会去跟他问，我会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其实很简单，设身处地，你想他的位置。如果你在外面旅游的话，你拿地图，万一有一个人上来帮忙，你会感到多么的暖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国外的话，很多都是属于真的是实践教育，就是你立马看到一些事情做的不一样，你觉得不好的，当然你不要去学；你觉得好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去把我们一些很冷冰的社会现象，把它去转变。我觉得，说实话，我爸妈那一代的话，其实思想很难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代，我们有责任，去，就是说给社会更多一点温暖。这一点是完全是我是自己在国外才慢慢从他们的身上去学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东西。另外同理心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就是说非常，你在这边才能体验到的一些对待人的方式的不同。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很多东西都是以金钱去衡量，或者是以你的地位去衡量。在国内你会去看不起一些比你赚的少的，或者是工作职位在我们的词眼里是用低贱来形容的，像清洁工，像什么管理员，像什么保安这一些，在我们的眼里是算不那么好的。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感觉到的反应就是说，很简单，去餐厅服务员，大部分人的感受是，他是应当要为你服务的。然后清洁工在路上，他是应当要为你清洁的，他好像就是活该要做这一行的。就是我感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在这边的话，你是清洁工，你是会被尊重的，最少你是不会被歧视，至少你是不会被大部分人歧视的。我觉得，在这边你会在国内，我不知道你会和清洁工聊天吗？我觉得大家都是避而远之。在这边的话，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会跟清洁工聊天，会跟一些跟自己职位低的人去交流，然后去，你知道，就是不会有那一层纸，就是说，由于你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我就不想跟你聊天，或者是我们在你的眼里就觉得我们肯定聊不到一起去，你没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就是说我学到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说每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们身上都有很闪光的点，值得你去学习。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就是说，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很多人活的样子，或者是想成为的样子，都是父母
或者是社会所想象你成为的样子。在这边的话，你会碰到很多和主流活出不一样生活的人。我希望大家来这边的话，尊重。我觉得我们可以评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决定他们活的是否是对还是错，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可以说他自己那样活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从小的讲起吧，我觉得，像喝酒，这边其实爱尔兰人很喜欢喝酒，然后纹身也是一样。其实不光是爱尔兰人，然后欧洲人很多人都很喜欢纹身，但是喝酒和纹身在国内的固定印象是，好像就是小流氓或者是黑社会，或者是就感觉不正道的人。这边很正常，我很多同事的话都是到处都纹身，然后也是打鼻环、耳环、什么肚脐环，就是他们是很正常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只是说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需要慢慢的去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和你所建立的体系、你所建立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循规蹈矩的活着的。我举几个例子吧，像我有朋友是玩音乐的，然后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常年在就是到处各地玩啊之类的。他现在应该是算居住在乌克兰吧，然后也是发自己的音乐，弹吉他。其实，在我们普遍的印象中是无所事事的，基本上也赚不了什么钱，也没有名没有利，然后前途也是基本上没有前途，因为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出名的，可能是在脸书上有几千个追随者。你要觉得他这个是不好的吗？或者是他这个是虚度光阴、浪费时间吗？我觉得不是。我还有朋友是我的同事，然后后来变成很好的朋友，是法国人，然后他是很追随自己的思想的。他在公司，他觉得公司这个事情的话不适合他的一个想法，他就立马辞职了。然后他辞职以后，他就去台湾工作签证，然后在那边开了一家自己的披萨店，在高雄。赚的钱是中等嘛，中等不多，但是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工作，他之前等于是他之前的公司的工资是高的，没有这个稳定，没有这个高，没有这个轻松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追求了自己的梦想。虽然我知道很苦，因为他也不会讲中文，然后还要去处理签证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把那个店开出来了，他很开心，因为他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同事都是，很多是未婚先孕的，很多有了小孩以后也没有去领结婚证的。我也没有看到他这个影响到他们夫妻生活质量任何一丁点。所以说，真的很多人和我们想象的那种成功，那种人生巅峰的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是很羡慕那些能够抛去那些，你知道那些怎么讲，
传统的枷锁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生活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的。虽然他们走的路不一定成功，但是我觉得我每次接触到这一类的人，我觉得他们是最开心的人。我觉得像我这种朝九晚五上班的人，然后在工作有好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其实是没有像他们那么开心的。但是你怎么，你怎么说呢？我其实最近有看那个有追那个 YouTube 上面很多的故事，就是说很多人辞去工作，然后去旅游，然后做 YouTube。我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打动我的。我最近其实有萌生一个想法，是不是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没有说非常远大的梦想吧，但是是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因为我每天工作是不开心的，我没有说是很愁或者是很难过的，但是是我不开心的。我不想每天花8个小时去做一些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虽然我有赚钱，有稳定的收入，所以说我最近都很有一个想法是，就是辞去工作，然后去环游世界。我非常非常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会变得很开心，我会完全打开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也会去走一段非常非常艰难，但是可以让我终身受益的路。由于疫情的关系，还是稍微卡住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会慢慢朝那个方向走。如果我还是在考虑这个决定啦，说实话，当然我希望有你们的支持，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小支持的话，或者是有一点点别人的鼓励的话，会给我很大的动能。这个话题我觉得讲太多了，好长哦。总而言之的话，这边你会看到比国内更多的那些不按正常轨迹去生活的人。不要去觉得他们活得不好，因为他们说不定比你活得还要更开心。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大家出门在外的话，不管是去哪里，你不是代表你自己，你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形象。所以说，大家在国外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基本的文明礼貌。另外我想讲的是有关于种族歧视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问我种族歧视在这边的情况。首先我想讲，在这边我个人感觉种族歧视是比较少的，但是我知道种族歧视在哪里都有，还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幸运，正好没有碰到。也有人，我是有听说有人被种族歧视，这个是肯定是有的。就像我知道在这边，都柏林人也会歧视，你知道乡下来的或者是从其他郡来的，就不是城里的。然后巴黎人也会歧视其他地方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视种族歧视的事情，在哪里都有。然后讲到种族歧视，我先讲一个题外话，因为我记得当时有看新闻是说意大利的当时疫情不是很严重嘛，然后很多什么超市啊，都不让中国人进，然后有一些是华裔的超市的收银员还被别人辱骂。我当时有问一个同学，因为我同学也是在意大利住了很久了，我当时是问他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然后他跟我讲，
这些都是属于很极端的例子。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那样。然后很极端例子是你真正碰到那些吸毒的，或者是真正碰到那些喝酒的，或者是真正碰到那些素质极其低的，这些还是像我讲的一样，哪里都有。但是既然讲到这个话题的话，如果你真正遇到种族歧视，你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分2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假如你是在商场或者是在公交，你知道我指的公共场合是指有摄像头的。在公共场合，你觉得你被歧视、被辱骂了，我个人。我碰到了，我会是立马要求叫他经理出来，叫他当面道歉。因为种族歧视，我不知道是你们知不知道，在国外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会立马要求他道歉。但是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是晚上，或者是你碰到一群年轻人是16岁以下的，不要去惹他。你碰到这种情况就认倒霉，赶快走，因为晚上第一个是很多不确定因素，因为还是要安全第一。然后另外16岁以下的，因为这边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是说16岁以下的未成年，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捣蛋，而且这边他们捣完蛋以后的话，他们承担的责任是很低，基本上没有责任的。他们杀人放火基本上没有责任。我觉得这个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这边特别有的时候我听到的故事是特别猖獗的。所以说夜晚还有年轻人那种一群一群的小年轻16岁以下的，你不要惹他，就认倒霉走吧。但是在公共场合，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觉得你英文不好，或者是他觉得你是外来人，他就想欺负你，他觉得你不敢怎么样。你在公共场合，我个人是一定会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这个是我一点小小的生活经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当然不要碰到这种事情。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到现在应该30分钟都有超过了。我当时还天真的想把物品篇和生活篇放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时数太长的话，大家看到的话应该是很勉强的点进去，除非是真正的铁粉才会点进去。讲这么长呢，说实话真的是我一些掏心窝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我想分享给你们，让你们至少能够知道或者是避免一些错误吧。最后一点呢，我想说，大家能够出来留学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希望大家刻苦学习，然后你知道把自己的专业成绩搞好，然后也要努力生活，努力玩耍，因为我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真的，很多人到头回来看的话，真正自己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其实是学生时代。因为学生时代，我自己的体验也是一样的。我其实很多很开心、很幸福、很刺激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学生时代。我觉得自己学生时代没有白活，因为我现在发现自己虽然每天上班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我是没有在享受生活的。我自己的体验是我在这边上学的期间，我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有背包旅行去了1个月，然后完全是沙发客，然后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我去了很多自己以前都不会想去过的地方，就说冒了很多险，然后我的收获是很满的。我虽然当时我记得我学生时期，你们也如果看过之前的视频也知道我是打工的，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所以说我还是需要去打工，去赚一点生活费的。但是我活得很开心。虽然我学习的时候我打工，然后我写论文写到凌晨，然后出去玩，然后用自己的钱去旅游，然后去酒吧去喝酒，去交朋友，去锻炼口语。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虽然很累，我当时
很累，但是很充实。我记得我有一次打工的话，那个是洗盘子。我当时说实话，我当时打了那一个晚上几个小时，我是受不了，我就立马辞职了，因为当时我那个手已经是泡成不像样。因为我其实也在家里的话也没有做过很重的活，但是我当时觉得好苦好累，但是我当时拿到钱的那一刻是很开心的。我不知道真的是出国留学过，然后赚到钱的那种感觉是很开心的，虽然很苦，但是真的我觉得我当时是有活出自己想要活出的那个样子，而且开心还是我觉得自己在为成功在一点一点的添砖加瓦，所以说也是有成就，然后又很开心。还是祝福你们，如果你们出来留学，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你知道，去谈一场恋爱，去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去做一次冒险的事情，它终将会成为你人生的一笔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你回过头来想，我现在可以是说，我回过头来想，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做更多？因为我现在有钱了，有工作了，有稳定的收入了，但是我很多事情不敢去做，我没有像学生时期那样敢去冒险，敢去跟别人交流，很多事情开始慢慢退化了。我不知道是人的天性还是怎么样，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以前那么，应该是血气方刚，没有以前那么的想去为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追逐奋斗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所以说，真的，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个平台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经历，然后也希望给你们一点点小帮助。这边有火车，大家看。我觉得很像那个动漫里面的场景。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次见吧。对了，如果你们想帮助我积累一点旅行基金的话，可以用下面的爱彼迎的链接注册。爱彼迎就是一个非常可以去住民宿的一个地方，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用，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可以在外面旅行，然后又有洗衣机啊，有一些家庭生活设施的地方，所以说爱彼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知道应该很多人在用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用的话，用我的链接，我可以得到大概20多欧的那个推荐费，然后你也可以享受到大概10几欧的第一次免费的那个钱加在你那个上面。好了，今天就这样。